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呢？哇，怎么这么多水呀？那么臭，又臭又骚。好骚啊！气死你！在下灯草大师。自幼就在寺庙看守燃灯阁，机缘巧合下习得可变大变小的法术。今天在练功时被一条大黄所困，幸运的是一对路过的男女赶走大黄，救了我。我爬上灯台后，借助神灯恢复了正常。两人以为我是妖怪，就拔剑相向。我急忙向他们解释：施主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不是妖怪，我是法师啊！你是法师？阿弥陀佛，在下灯草大师。两人一听我是得道高僧，才放下心来。男的名字叫朱仲，女的以为我没有看出他是男扮女装，就自称为柳公子。我并未将他戳穿。随后柳公子便去屋内换衣服，而我就开始与朱仲吹牛聊天。就在此时，一道撼天雷劈下，朱仲身上居然形成一道护盾，挡住了天雷。我急忙询问他的生辰八字，甲子年5月初9。随后我便开始掐指计算，发现朱仲居然是千年一遇的纯阳之体。相传有这种体质的人必定会有大气运，为了沾沾他的光，我就想拿出私藏多年的美酒来和朱仲结拜。可朱仲却被寺庙中的一幅壁画所吸引，画中美女个个国色天香，翩翩起舞，朱仲的魂儿都要被勾走了。与此同时，我在拿酒的时候恰好见到柳公子在洗澡。过完眼瘾以后，我急忙解释：李小姐，你不能怪我呀，我根本不知道原来你是女的，也不知道你在这儿洗澡。在我强行狡辩下，终于说服了她。事后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思思。当我拿来美酒的时候，朱仲就把他见到画中美女的事情告诉了我。我劝说朱仲就当作刚刚什么都没看见，可朱仲却来了劲，求我帮他进入画中与美女约会。我心想恰好跟纯阳之人结个善缘，就答应帮他。随后我便将出入画中世界的法器和咒语交给了朱仲。朱仲立刻念着咒语走进了壁画。进到壁画后，朱仲果然遇到了那3个美女。只见3个美女围着朱仲翩翩起舞，暗送秋波。朱仲也毫不客气，一把抓住了红衣美女。红衣美女羞涩地将她引到了自己的闺房，而自然少不了一番云雨。此时朱仲也知道美女的名字叫启梦，另外2个美女也更是躲在墙后偷看。由于他们的动静太大，引来了启梦的姥姥。姥姥看过以后，不但没有生气，还要设宴招待朱仲。另一边，在外面的思思一直在追问我朱仲的下落。原来思思是朱仲的未婚妻，她担心朱仲背着她出去鬼混，才跟着。她发现朱仲突然消失，她自然不放心。无奈之下，我只好把朱仲进入画中的事情说了出来。与此同时，在画中的朱仲被姥姥请到了宴席上，2个好姐妹更是怂恿他们结为夫妻。喝了交杯酒，你们就是夫妻了。姥姥趁机过来向朱仲敬酒，启梦见状大惊失色，可朱仲却大男子主义，没有拒绝。这便是姥姥的心意，我应该喝。眼看朱仲将酒一饮而尽，姥姥邪魅一笑，以喝醉为由离开了宴会。接下来，在2个小姨子的轮番灌酒下，朱仲眼前一花，就醉倒在了桌子上。就在此时，一个手持巨斧的大汉冲了进来，他不由分说，见人就砍。这一幕也被迷迷糊糊中的朱仲看到，大汉更是当着他的面将小姨子欺负，而已经醉酒的朱仲只能在一旁眼睁睁地看着。等到朱仲醒酒以后，只看到身旁有2个衣衫不整的小姨子，而齐梦却不见了踪影。在询问下才得知，齐梦是被刚刚的大汉抓走。换好衣服后，2个小姨子就为朱仲准备了一把宝剑来营救齐梦。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，朱仲不由分说就砍坏了大汉的神像。大汉现身后就开始质问朱仲：何方妖孽，胆敢毁我精神？你这老妖侮辱他2个还不算，还抢走了一梦，把一梦交出来！你说什么？什么一梦？小姨子根本不给2人对话的机会，率先发起攻击，结果被大汉打成重伤。朱仲见状，立刻认定大汉就是坏人，开始与大汉拼命。可他根本不是他的对手，被一斧子劈伤。可当鲜血溅到宝剑上时，宝剑居然发出了亮光，要一斧子劈下来的大汉也顿了一下。朱仲也趁着这个机会将大汉斩杀。我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杀我？你此时朱仲才明白，原来自己中计了。这个手持巨斧的大汉本是此地的山神，一直约束姥姥的行为。姥姥早就看出朱仲是纯阳之体，于是设计让他来与山神拼命。没有了山神的约束，姥姥就变得肆无忌惮。
或许是觉得心中有愧，齐梦想要趁姥姥修炼的时候将朱重救出去。可就在他快要成功的时候，恰好姥姥派人来提取朱重，齐梦也只能将朱重交给对方。原来姥姥是看中了朱重的纯阳之气，要拿它来采阳补阴。在门外的启梦见到朱重被姥姥采补，十分伤心。就在此时，妹妹想到了好办法，两人先是杀掉守卫，然后将姥姥骗走。我们赶来，看见有人向那边走了，追！趁着这个机会将朱重救走，可启梦和她的姐妹就倒霉了。快点放出来！等待外面的我一见朱重出来了，急忙上前查看，发现他居然被山神所伤，现在只有找个童女与他阴阳调和才能活命。一旁的思思本就是他的未婚妻，决定牺牲自己去救朱重。由于思思未经人事，我只好在一旁指导。经过一夜的阴阳调和，朱重的命算是保住了。可朱重在昏迷时嘴里却一直喊着启梦的名字，思思听后自然是伤心不已。他本想来壁画前为自己出口气，却没想到被吸入壁画中，思思自然也落入了姥姥手中。另一边，在我精心调配的草药帮助下，朱重醒了过来。于是我就把思思牺牲自己救了他的事情说了出来。此时我们才注意到思思被抓进了壁画，朱重为了救回他的两个女人，居然强拉着我一起进入了壁画中。很快我们两个就在地牢中救出了启梦。随后启梦告诉我们，思思被姥姥带到房间里折磨，于是我便想到了自己可以变大变小的法术。变小以后，我就从不同寻常的道路进入了姥姥体内。朱重和启梦趁着我在姥姥肚子里捣乱的时候，将思思救出。你以为你在下面，我就没有办法对付你？等着瞧吧！你怎么看？你怎么看？就上山，定了。你居然自己打自己！可没想到姥姥居然强忍腹痛冲到路口阻拦他们。很明显，几人联手也不是姥姥的对手，我只好再次使出变大术将姥姥撑爆，几人也被爆炸的冲击力弹出了壁画。朱重虽然没有大碍，但他的两个女人就惨了，一个奄奄一息马上就要断气，另一个很快就要魂飞魄散。一旁的我见朱重似乎更在意启梦，于是就告诉了他一个复活启梦的办法，只要以你至阳至刚之气，至真至诚之爱穿梭人魔两界，就可以保住一梦的元神，令他还阳。随后两人便开始阴阳调和，只有我在外面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，顿时我就有了还俗的想法。到这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